电话那头的大统领感觉自己整个人已经不好了，他最不喜欢这种大棒子砸过去，结果眼看要把对方砸得头破血流，偏偏大棒子忽然变成空气的感觉。大统领也想不明白，为什么伯纳德·埃尔诺竟然敢这样挑战自己的威信，让自己罚他500亿美元。这感觉就像自己威胁对方，不听话大耳巴子抽你。对方非但不求饶，还说求你拿枪打死我。恼羞成怒的他依旧将伯纳德·埃尔诺的诚恳当挑衅，于是冷冷地说，好，我懂了，埃尔诺，你觉得自己现在成英雄了，以为我不敢把你怎么样，你就什么都不用怕了。不过你放心，我会让你付出代价的。说罢，他咬着牙将电话挂断，立刻招呼自己的一众幕僚，想办法给伯纳德·埃尔诺的集团上点强度，看看能不能合理有效地提高他的关税。等白马岛的事情风头过去，再想办法从他的集团找漏洞，最好是罚他一大笔钱，我要让他疼。其中一个胖乎乎且一脸络腮胡子的哥们开口说，大统领，现在全世界都在盯着伯纳德·埃尔诺，贸然对他的产业施加关税，或者对他的集团进行调查，很容易被外界认为我们是在白马岛事件以及黑水公司的事情上蓄意报复，所以我觉得还是暂时等一等。等？我等不了一点。大统领啰了啰柔顺的刘海，咬着牙说，这个老混蛋竟然一点面子都不给我，还大言不惭的让我罚他500亿美元。500亿美元的罚单我确实开不出来，但5亿美元起码要让他损失一下吧。络腮胡沉默片刻，开口道，那不如我们出一道法案，呼吁美利坚民众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奢侈品开支。为了达成这一目标，我们统一给所有奢侈品提高关税，无论是法兰西的还是意大利甚至不列颠的，只要是奢侈品范畴都统一加税 50%。 如果外界询问我们这么做的目的，我们就说来自欧洲的奢侈品正在掏空美利坚人民的钱包，美利坚民众应该把钱用来购买本国制造业生产的工业品，让美利坚再次强大，而不是用辛辛苦苦赚来的钱去买欧洲人生产的实际价值只有售价1/50的垃圾奢侈品。大统领眼前一亮，这个主意不错，毕竟我们的支持者都是普通工薪阶层，那些高收入人群不但不投票给我们，还整日在社交媒体上讽刺我们，刚好借这个机会也给他们上点眼药。另一边，伯纳德·埃尔诺挂了大统领的电话之后，整个人身心无比舒爽，他就像在网游中找到刷经验 bug 的玩家，而且是找到了级别最高的 boss 刷经验，现在只等着经验值不断飞涨，爆出极品装备的那一刻了。他老婆见他把美利坚大统领讽刺一通之后，还一脸得意，忍不住吐槽道，我劝你当英雄也不要当得太上头，你为了那可笑的正义感跟美利坚大统领对着来，如果他真的制裁你，一年最少也要损失几亿美金，甚至更多。你懂什么？伯纳德·埃尔诺哼笑一声，夏虫不可语冰，老婆是不知道回春丹，如果知道，他肯定比自己还要疯狂，毕竟他每年花在保养上的钱就已经是个天文数字了。于是他闭上眼睛，翘起二郎腿，心里得意暗忖，这次去美国要给大统领上强度了。当伯纳德还在大洋上空飞行的时候，马尔代夫白马岛迎来了新的一天日出。今日是叶晨一家在白马岛的最后一天，他们按照计划要在中午时间退房，乘坐水上飞机返回首都马累，然后马兰和肖长坤去迪拜，他和肖初然转乘国际航班回到华夏。马兰自是舍不得走的，这里风景优美，气候宜人，相比国内天寒地冻的天气，以及迪拜那炎热干燥的气候，简直不要太爽。不过好在他现在又有了不少美金在手，迪拜的各种购物中心还是给他带来了很大的吸引力。眼看要离开，肖初然的心情有些落寞。在他看来，这次的马尔代夫之行是自己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和叶晨一起出来旅游。回去之后，自己就要准备离开他了。叶晨看出他情绪低落，
还特地关切地问：老婆，你是不是不舍得走啊？要不咱们两个留在这里再住几天怎么样？萧初然勉强一笑，摇摇说道：不用了，再舍不得也是要离开的，毕竟这里只是我们旅途的一站，不是我们的人生。叶晨听不出他话里深意，只是笑着说道：以后你想来，咱们随时都可以过来。叶晨觉得白马岛和 JD 岛马上就要成为自己实控的产业，虽然不能告诉萧初然，但自己可以找各种理由经常带他来。于是他故意压低声音，神秘兮兮地说：老婆，我听说他们这个集团老板也挺相信风水的，回头我让斯维特小姐帮忙引荐一下，说不定以后也能在这里混个风水总监的职位。萧初然听他这么说，笑得更加勉强与无奈。他想到塔瓦纳，便好奇地问：斯维特小姐也在岛上？之前你给她做了这么久的风水总监，她来岛上，你们俩还没见到面吧？咱们今天要回去了，总要跟她打个招呼的。叶晨一直在尽量避免和老婆一起见到塔瓦纳，但萧初然此刻说的倒也是人之常情。按照自己之前铺垫的人物关系，自己与塔瓦纳也算是共事过，两人凑巧登上同一座岛，不见个面打个招呼，反而有些说不过去。于是他便问萧初然：老婆，要不我们一起去见一见斯维特小姐，跟她寒暄两句，咱们就回去了。萧初然摇头说：我就不跟着添乱了，你去跟她打个招呼吧。叶晨说：你要是不去，那我一个人去也没什么意思，干脆就直接走吧，不让她知道我们来过不就行了吗？算了，萧初然认真道，两个人能同时在几千公里外的一个小岛上碰面，这是多大的缘分，不打个招呼确实不太合适，万一人家以后知道了，肯定要埋怨你不近人情的。你去吧，我刚好在房间里收拾收拾东西。叶晨见他都这么说了，便也只能点头道：行，那我一会在微信上问他一下。其实塔瓦纳也知道叶晨今天就要离岛了，他心里对叶晨格外想念，但碍于萧初然也在岛上，所以只能克制住想见叶晨的冲动。正因为心有所思，他整个人浑浑噩噩，十分不在状态。而他的父母前2天因为那晚恐怖袭击的影响，也同样不在状态。3口人时常在一起坐着发呆，甚至他妈妈几次提出想离开马尔代夫，返回美利坚，但塔瓦纳却始终没有接茬。2天时间，他的父母终于从恐怖袭击的阴影中走了出来。然后他妈妈就发现了一个问题，对塔瓦纳说：宝贝，我觉得有点事情不太对劲。塔瓦纳看着外面如玻璃一般碧绿的海面，心不在焉地问：什么不太对劲？妈妈说：你看，咱们在这里遇到的事情，全世界都知道了，而且影响那么大，崔佛他不可能不知道啊。你们2个人以前那么如胶似漆，这次没带他一起出来度假，你说他在训练备战比赛，我还可以理解，可是我们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他也没过来看看你，是不是有点太奇怪了？以前崔佛和塔瓦纳确实如胶似漆，2人就好像连体婴儿似的，一天到晚腻歪在一起，是娱乐圈公认的热恋情侣。可是最近2人不仅同框的机会越来越少，就连日常中的交流也同样越来越少。自己的女朋友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他没有赶过来安慰一下，甚至都没见他打个电话，这确实让塔瓦纳的妈妈感觉奇怪。塔瓦纳一时之间不知该如何回答。就在崔佛离开华夏之前，2人还曾经隐晦地达成了结婚的共识。那时候自己已经意识到自己不可能和叶晨走到一起，甚至有一种抓紧时间尘埃落定，好断绝自己其他念头的意味。可是随着自己与叶晨接触越来越多，叶晨3番5次救自己于水火，塔瓦纳忽然认清了一个现实，那就是自己这辈子恐怕都不可能从心理上摆脱对叶晨的感情。对现在的塔瓦纳来说，就算自己得不到叶晨也不要紧，但自己也不想去凑合了。崔佛就是那个凑合的对象，如果还想凑合，那就压抑住自己内心真实的情感，与他维持情感关系。
可既然不想凑合，那与他继续耗下去也没什么意义。原本他也想过直接跟崔佛说分手，但思前想后，崔佛毕竟是自己谈过最久的一任男朋友，自己不想表现得太过绝情。如果能让他自己主动放手，或许是最好的结果。所以塔瓦纳在演唱会上激吻叶晨，甚至在岛上还要演唱那首激吻过叶晨的刺客，就是想向崔佛表个态，让他知道自己心里还是放不下叶晨。崔佛一直没跟自己联系，即便自己遇到这么大的事情，他依旧没过问一句，也能看得出他已经 get 到了自己的心思，同样也决定放手。现在妈妈忽然问起崔佛，塔瓦纳犹豫片刻，喃喃道：“妈妈，爸爸，我和崔佛已经结束了。”